的应该是我，不是你们。合作一下。我留下药，您快找。你有感受到刚才我们提问你的3种的生理上的反应吗？就是你觉得心跳有加快，呼吸似乎变得短而急促，甚至好像感觉到汗毛竖起在起鸡皮疙瘩。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提问这些生理的反应啊？这个是我们在经历强烈的情绪的经验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期待我们身体上会伴随着情绪的经验而产生生理的这个反应那么，所以在这个单元我们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在整个的情绪过程中，另外一个重要的成分，也就是我们内在身体的各项的反应伴随着情绪的经验而出现。那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概是8项我们最常看到的、最常能够期待在情绪经验发生的时候，我们身体会产生的改变包括刚才我们跟大家提问的心跳速率会不会增加，你的血压也跟着提升你的呼吸变得短而且急促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察觉到的是，包括像你的瞳孔可能放大，那出汗会增加，有时候冷汗、冒冷汗然后感觉口干舌燥，因为你唾液的分泌减少了还有更进一步的，我们可能有血糖的上升来提供我们身体的能量，来因应说也许我们要做一些紧急的动作或者是行为伤口的凝结的速度会变快这都是交感神经的一些反应造成的这个效果。然后我们的血液呢，可能大部分集中在这个肠胃的这一部分会送到我们的大脑，或者送到我们周边的这个肌肉跟骨骼，也是来帮助你去了解这个目前的状态，然后是不是要做一些反应或者做出一些行为最后就是刚才提到，你可能会汗毛直竖，然后这个鸡皮疙瘩会起来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期待，尤其你在经历一个比较强烈的情绪经验的时候，身体会做出的反应让你能够因应可能接下来要做的一些行为那这个我们现在给大家看的这张图表是1947年有一些心理学家所做的这个研究。那么他们访谈的对象呢，是在2次大战期间的飞行员他们在做所谓的 combat， 就是说跟对方敌机实际上要做这个空中战斗、缠斗的这样的经验。那当然我们本身都不是飞行员，可是如果大家可以想象尤其在一些空战的影片，这其实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情境因为你瞬间就要做出很多的而且很快的这个反应，否则你的生命就是可能会发生这个危险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能够产生恐惧的情绪经验的这样的一种情境。那我们再去访问这些飞行员，当他们进入到这种战斗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身体上感受到的这些反应会是哪些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面列的好几项都是比较经常看到的。比如说包括我们跟大家提问提醒到的心跳速率，这个大概是很明显的大家的心跳都会变快。还有你的 muscle 你的这个肌肉感觉到变成非常的紧张，整个人都变得非常神经的紧绷身体紧绷起来。然后呢，很容易就是如果说是有什么讯号一进来，如果觉得是不如意不顺心的话，你可能就会暴躁这个反应非常的这个强烈然后出冷汗，还有肠胃蠕动好像变得怪怪的觉得好像肠胃里面有蝴蝶在飞这英文讲的 butterfly in the stomach 等等所以这些大概是真正的当飞行员经历到空战所引发的恐惧的情绪经验所伴随来的非常清楚而强烈的
身体的这些反应啊。那么如果说当你产生了这些，因为你经历一个强烈的情绪的经验，让你产生这些身体上的反应，有的时候它不是让你很舒服的，对不对？大家可以想象肌肉紧绷，心跳又加速，然后又口干舌燥，汗毛又直竖。那怎么样能够去抗衡，或者让你自己恢复比较平静的一个状态呢？那其实心理学家有发现研究如果说你经历了一个强烈的情绪经验之后恢复让你身体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平衡的状态，最好的方法是利用一些比较正向的情绪。他会发现说，有这个经历强烈情绪经验的人，我们让他去看一些比较正面的这个影片，比较愉悦的这个影片，那会比说再去看一些比较悲伤的影片更能够更快的回到他身体的一个基准线，也就是一个比较平衡平静的状态。也就是说，利用正向的情绪来去抵消负向的情绪经验可能产生的残留的这个效果。好，那么另外也有一些研究是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内脏的这个知觉有些人天生比较敏感，对于自己的心跳的速率的变化，或者是血压的上升，或者呼吸的急促，他能够感受得很强烈。有些人会比较迟钝一点这我们称之为内脏知觉visceral perception。那么有些研究指出，就是内脏知觉，也就是说我们从周边我们器官它所提供的讯息也会去影响我们对情绪经验的感受的这个强度也就是说，这种身体变化的这个情形是我们情绪经验也是重要的一个成分那这个研究是怎么做的呢？这个研究是针对一些退伍的军人那么他们因为脊椎的受损那我们这个脊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这个图我们的脊椎从我们的差不多脑部的下方然后这个颈部上方一路到我们的尾椎是非常长的一条神经的这个复杂的系统那我们大致上可以分成所谓的交感神经系统跟这个副交感神经系统。那交感神经系统是大概因应你做一个紧急状态的这个处理所以通常是有强烈的情绪的经验的时候，它会让你的瞳孔放大啦，它会让你的唾液分泌变少，心跳速率会加快，然后肠胃的蠕动会减缓等等那副交感呢，比较是让你恢复到一个比较情境的比较平静的一个状态，让你心跳速率又变缓慢下来，肠胃的蠕动又增加等等让你恢复到这个平静的这个状态。那当我们在研究这些脊椎受损的这些退伍军人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他们的脊椎受伤的部位是比较高，也就是说在脊椎很下方的很多部位这些生理上的器官的讯号都回不来的话，他们其实再次回忆他们当年受伤的或者是战争的这个经验的时候，他们似乎是表达的那个情绪是一个比较冷的这个情绪，好像有这个情绪，但是那种情绪的强度可能就是因为他五腑六脏这些内在器官能够回馈的讯号比较少，比较弱，所以他感觉出来或者展现出来的情绪经验没有那么的强烈。相反的，如果你受伤的脊椎部位是比较低，也仍然还有相当多的器官能够在你回忆这些情绪经验的时候提供这些回馈的讯号，那这些身体回馈的讯号让人家感觉到你的情绪的经验的感受，这个是比较强的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说，这种内脏的讯号或者内脏的知觉会影响我们情绪的这个经验那类似的我们也有一些最近的这个研究1996年这个 Ferguson 跟这个 Calkins他们发现就是有些人对自己心跳的速率的变化比较能够感受到，有些人呢是比较迟钝一点。那种感受到自己的心跳速率变化比较敏锐、比较敏感的人，他通常在表达情绪的时候，通常会有比较强烈的这种强度，而且他脸部的表情也会比较夸张，展现出来说他可以借由他的身体的变化的讯号来增强他情绪的这个表达。